各位碳基烟组是知道我的，在人体改造上，我一向追求机械飞升。人类已经有了最强的大脑，要是再配上机械躯体，别说是东北虎，你去华产猛虎王都不是问题。那么这么强的机械飞升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呢？要是按照目前的机械来飞升，大概率是没戏了。吹牛逼的时候，机械体可以力举千斤，动如风兔，而一旦落到实处，散热和效率就给你脖子卡得死死的。一个200多斤的胖子跑起来可以汗如雨下，可以呼哧带喘，但没听说跑步热死人的。人体这种水冷散热法，不仅体积小没噪音，效果更是不知道比机械上的散热器高到哪里去呢。而你的电脑要是装一条4090，一开机就跟机车族战士来了一样。而要说效率，人体简直是节能到健身佬看了都想哭。炫2个炸鸡腿的热量，跑5公里都消耗不完。在上百万年的进化里，人体对能量的利用率高到了离谱的地步。一个能造飞机大炮武器、研究宇宙奥秘的脑子，也不过20多瓦，换成灯泡都不如俺们程序员的脑瓜子亮。所以像是赛博朋克里的威震天、斯安威斯坦随便用螳螂刀哐哐砍，他得带多大的电池啊？演化的目的是啥，咱们都知道，所以他没有具体的方向，只对适合当下干饭和色色的情况负责。所以有的地方强到变态，有的地方弱到想哭。机械飞升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弥补这些不足，所以只见过把胳膊换成大猩猩手臂的，没谁去海底捞换人烟岛花了吧？在机械飞升走入绝路的时候，基因飞升反倒有点可能。没有哪个世纪不是生物的世纪，如果不是，那就等下一个世纪。人总不可能一直用这副200多万年前的躯体。人体改造的第一步就得解决直立行走的问题。直立行走非常好，好就好在可以随时给动物们开瓢，但代价也不小。直立行走带来的问题基本都成了成年智人的通用问题，比如令人不太安定的痔疮，甚至我觉得它都不算病了。只要你是个直立行走的小瘦猴子，你这一生要么严重，要么轻微，要么偶尔，要么经常，都会体验到什么叫如坐针毡，一言为定。皮燕子总是要有点问题的。自然界除了人之外，别的动物都不会长久的直立行走和坐着，这俩动作给你娇嫩但黑的皮燕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，血液回流不畅，动脉就会曲张，然后脱出。动物们四脚着地，皮燕朝天，就不会长痔疮了。在你打开文件夹搞一些基因想要的基本操作，去看到对方痔疮的时候，你就会提前开始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意义了。这个缺陷改造起来也极为简单，因为除了极个别人有其他需求外，皮燕子可以看作一个单向阀，那就简单了。穷则不锈钢，达则钛合金，手动开关就够，不用电不发热。以前久坐伤皮燕，如今久坐伤椅子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川渝室友啦。当然不幸已经皮开肉绽的兄弟，除了半佛老师的提纲大法外，你还可以在各种时候举起预定，缓解压力，减缓脱出。直立行走除了对皮燕子的压力之外，对于脊椎也有很大的危害。别的动物脊椎也就承担一点肠子肚子的拉力，但人的脊椎自上而下压力逐级变大，就像为什么脑瓜顶的皮可以高高在上，而脚后跟的皮就要负重前行。腰椎为什么就得承担上半身的压力，脖子就得承担脑袋的重力。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层出不穷，脖子和腰是人体脆弱之处，又包含着至关重要的脊髓。胳膊腿断了问题不大，而脊椎断了基本就等同于半个老货了，所以脊椎的改造至关重要。而脊椎里的神经组成部分脊髓应该全换掉，甚至包括整个神经系统都有改造的必要。接下来咱们说一个准确性完全不保证的事儿，关于重大啥的问题。有人说那就是些蛋白质、脱氧核糖核酸的事儿，搞点营养绝限就补回来了。有人说绝壁伤身，我有个朋友是有亲身体会的。我听了这个完全不保证的理论说，这事儿主要伤神经系统，就跟电线一样，总是大电流过载，老是这么烧，久了就得烧，不舒服就是神经有点衰弱了。瞎不瞎扯不了解，不过神经系统作为极为重要的部分，自然得好好保护。大脑甚至完全用骨头包裹了起来，看似极为安全，但我觉得这就跟一个骑手花好几万买了个好头盔一样，出了大事故脖子又拧，脑瓜子保存极为完整，甚至栩栩如生。退一步说，脑子保护的其实也并不怎么好，你像太阳穴就是个薄弱点，骨头厚度也就1-2毫米，这厚度换成钣金也是一案一个坑，朝着来一电炮，轻则紧急就医，重则原地吃席，这不得也换成钛合金的呀。俗话说好听就是好投，这脑瓜帮弹起来不得当当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一钛合金头颅戴无线耳机多少会影响点信号哈。要说起来耳朵还有个不是缺陷的缺陷，就是它不能自主控制听不听声。远古人类生活水深火热，周围群兽环伺，谁人不知享受猴子之美味，但也忌惮于恐怖之旅园之恐怖，不敢刚正面的，只能搞偷袭。耳朵就是个放哨子，要是一睡着就聋，那你高低就得老虎直肠一日游了，可带人10大便了。但我睡在至少2道门封闭的卧室内，能伤害到我的可能也就巡航导弹了，当然这时候也没必要教训我了，所以能直接把耳朵闭干净才是最好。除了卖耳塞的商家有意见外，恐怕没人不支持。到时候咱妈要是唠叨你，你还能质问她是不是声带落家了。有人问，要是早起上课我听不见闹钟咋办呢？这就更简单了，钛合金皮燕子不都装好了，改装一下，到点就震动，不起还能捅。嘿，我从没感觉我的生物钟是如此准时。如果说以上缺陷尚可忍受，人类的好兄弟牛牛部分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。大家都知道睾丸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，其神经密集到了令人密集恐惧的地步，所以它很怕疼，轻轻碰一下都不行。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没磕到睾丸，这就很矛盾了。疼痛是人体预警机制，睾丸疼痛是告知人类要保护好。
好它，但它转手就长在身体末端这种极为危险的地方，不装个护甲真的对不起它对你的付出。当然考虑到散热，护甲还得是镂空的，最好是铜制的，散热快，不过也得考虑一下铜离子有毒的问题。而锆碗那好大个牛着也有个缺陷，就是没长骨头，或者说骨头退化掉了。关于人为啥特立独行退化掉这个骨头的说法有很多，至今没有定论。我感觉还是跟直立行走有关。动物4条腿走，它隐藏于暗处，前后不突出，隐蔽又安全，大点小点无所谓。但人类直立行走以后，它要是再长个骨头，就有点过于突出了，而且太长还不利于奔跑。比如说鄙人就是个不善奔跑的人，这样可大可小，不用之时蛰伏于浓密丛林之间，使用之时如出怒涛之巨龙，凶猛无比，就显得更有优势。在野外目标小，不仅安全，还不受蚊虫之骚扰。再到现代，这就成了缺陷，有小伙伴就会哀叹，少了这个骨头可是害苦了我呀，我总不能老借口说今天太累了吧。咱们之前说过，大就是好，快就是强，一点没错。试想有个上问下树的小瘦猴子吃了 banana 想繁衍一下后代，然而繁衍了好大一会儿没完事儿，结果因为太过投入，没发现靠近的猛兽就被吃了，基因断档。而你这位小瘦猴子繁衍的极快，猛兽都扑过来了，你还能及时完成繁衍，出之 smoking， 迅速抽身离去，于是快的基因就传递了下来。虽然骨头长不回来了，但安个阀门控制血液流量还是可以的。动物的演化都取决于当时的环境，而如今环境变化太快，自然演化已经跟不上了，所以改造自身就成了必然的事儿。机械体适合作为工具，但不适合做人体组织。想要加强自己，还是得上纳米材料，至少这东西替代人体，总比铁皮壳子更容易让人接受吧。那究竟什么样的纳米材料才能达到要求呢？毕竟人家都说了，包粽子都属于是纳米技术。人类想要自我进化，至少得把4大天坑里的生物和材料给扶持起来才行啊。